银行其实就是一个股东，跟你投资在你的项目里面。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银行很喜欢跟有钱人做生意，就是这个原因。你越有钱，银行就越愿意贷。对的，对的。如果大家小钱不出，大钱怎样来呢？今天如果那些你有100万的现金，你可以放进去贷款里面，100万减100万就等于0嘛，对不对？银行就没有说你利息，大家就可以买这个房产。不要讲我讲。Your 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 Your future's at the door. Give it all you got. No hesitating.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邀请了一位重磅来宾，他是一位资深的房贷专员，然后呢，他名字叫 Vincent。而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就包括了银行怎么看待外国的申请者，然后呢 ，MM2H 有没有帮助，还有就是信用记录啊那些怎么看，再来就是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文件。那我们现在准备好了，走吧。OK， 好了，现在 Vincent 终于在我旁边了，是不是要讲“终于”这个字？为什么？因为我们约了3个月，有没有？有啊，差不多。实在太难约了。好了，那我就让 Vincent 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的团队公司。没问题。OK，我公司是叫 Ideal Mortgage Specialist， 或者简称我们讲 IMS 啊。公司我们本身有成立了16年，主要我们本身是有跟10家银行不同的配搭模式。OK， 所以我们会跟这10家银行去配搭嘞。每一间银行本身都有它的优缺点，每一间银行都有它喜欢的客户群体。所以我们本身就很了解每一间银行他们喜欢什么群体。OK， 所以我们就会为我们客户去寻找哪一间银行是最适合他们，哪一间银行里面可以给他们贷款。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专业了。好，非常好的介绍。当他说到16年的时候，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下，我们认识了16年。有啊。那时候我也是刚刚踏入就是吉隆坡房产这一块，所以我们都累积了16年的经验。他是房贷，然后我这边是房产，这样子。对。OK， 好了，那我们今天想要聊的就是外国人最想知道的问题，就是关于贷款这一方面。那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哈。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外国人在贷款买房的常见顾虑。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外国人如果要贷款的话，银行通常会关注些什么东西？很简单，就会问大家本身有没有收入。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到底客户群体收入的来源在哪里。OK， 总之本身它是有收入来源，银行都会有兴趣来去借贷款给大家。明白了，就首先有没有收入啊？对的。好了，这里说到的收入，因为收入是各种各样的来源的，有一些是这个受聘的雇员，有一些是老板，然后有一些是说租金收入。那好像这种收入来说的话呢，会有什么差别吗？OK， 如果你问我银行最喜欢的一个的收入来源是固定收入的，你是打工的，你每个月有固定收入的，是一种客户群体。我跟大家讲，如果你证明到你有这样子的这些收入跟文件，其实银行都愿意借你们贷款。因为还是稳定的。对的，是的。OK， 银行最喜欢稳定的人。OK， 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他做老板的、做生意的。这样子来讲，这一种的客户群体，银行不喜欢吗？不是，银行也是喜欢的。OK， 只是银行会特别会要求你有一个的文件叫做我们英文叫 income tax，OK， 或者我们讲的收入税，对啊，你个人收入税，所以这个文件是很主要要去证明给银行看的。OK， 第3点 ，Ellie 刚才有问到就是这个租金收入。如果我客户可以证明到这个房子是他的，有这样子的合同，这个租金收入的合同，包括你证明到流水给我，有些银行是可以接受的。好的，明白，非常清楚。那接下来第2个问题呢，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国家就是特别的敏感，就是银行那边呢会避免就是做贷款的？其实会的，有些银行本身它会很顾虑到底那个国家稳定嘛。OK， 就打个比如，好像有些国家是现在在紧张的一个区域里面，或者是在打仗当中的时候，银行其实是会不要去借贷款给他们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理解一下到底是哪一个国家了。那么再来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外国人会担心说，在马来西亚是没有那个信用记录，就是我们这里称的 CTOS、CRIS 这样子的。那外国人的贷款在这一方面怎么处理呢？
你问我来讲，在这方面其实是不大影响的。哦，当然，如果你本身在马来西亚是有这个的信用记录来讲，是会一个的 add point， 是一个加强的一个的点。但是你问我，如果你们是没有的，其实也不大影响。银行只是会问你本身你的国家本身的信用记录，你证明到来讲，其实就没有问题了的。他会怎么就是要求他去证明 ？OK， 其实很简单的，你去你们的国家银行本身都可以去买到这个报告，但是不用担心啊，科技现在很发达，所以大家可以怎样上网就可以买得到了这个东西，或者交给你也可以啊。这一个我们可以怎样去告诉大家怎样去拿到这个报告？那在这边的话呢，他会需要一些什么特别的文件吗？本身如果你是不是在马来西亚工作或者做生意的客户群体 ，OK， 其实银行借贷款嘛，银行是借的，你只是需要证明到你们的国家你在那边的我们叫 income document 或者收入证明，就可以了，OK。所以如果本身你在马来西亚是有在做生意或打工，更加好。银行就可以证明到所有的文件。如果你的收入证明是在外国的，其实坦白，银行的风险会特别高的，因为他们证明不到底那个的文件，你收入到底有没有进入在这个流水里面，他们是很难去做这个的东西的。所以你会看到的东西，借的房贷的那个的数额，我们叫做 loan margin，本身可能会稍微低。那如果你是在马来西亚打工或者做生意的，我会跟大家讲，银行是没有问题去证明所有的收入，所以你借的这个房贷的这个的数额也会来得高。OK， 明白了。主要就是银行会评估那个申请者在马来西亚的关系，对，就是说他在马来西亚有没有工作啊，或者有没有一些我们说的这个有必要的原因是停留在马来西亚的这样子。对。OK， 这也影响了他的贷款的成数。就比如说，如果是纯外国人的话呢，最高可以贷到多少成呢 ？OK，最高来讲，我可以跟大家讲是50%或者到60%。50%-60%，保证50%-60%。如果是纯外国人的，如果本地人的 standard 来讲，可以去到70%到80%的。我也是有做到一些个案，本身是90%也拿得到。如果本身是什么？这样子可能我补充一点点啊，纯外国人的有没有一些个案讲，我可以借超过70%到80%嘛？这样子来讲，就看你本身有没有在某某银行成为他们高等客户。了解。这一个方面，如果你是他们的高等客户来讲，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特别个案，也是可以帮你们纯外国人拿到的贷款来得更高。这个可以明白了。对，它就是比如说一个卓越户口，然后呢，它有更多的定存，或者是有一个良好的记录，那银行就可以愿意贷更多。对。OK， 那讲到这个的话呢，我们说签证。关于签证，有工作签、学生签，还有就是什么高等签啊，还有这个第二家园签证那一些啊。那对于这个申请贷款这一方面有什么影响吗？如果你是拿这个工作签，基本的贷款的那个的数额其实都没问题的。OK， 第二种我们可能讲第二家园。第二家园其实你问我，其实会不会完完全全帮到你，让你的贷款借更高啊？坦白的，在我专业里面，其实不一定，但是你如果今天打算是要借高一点点的，你要在某某银行里面成为他们高等客户，你就把你第二家园的那个的，我们讲的定存，放在了某某银行，他们可以借你更高的一个数额的。我这个是我可以给大家的小贴士。OK， 我再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如果 Student Visa 来讲，本身银行就没有很接受了。OK， 对，这也可以理解了哈。学生证就是来读书的嘛哈。对，是的。OK， 好，那么现在进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关于银行的政策，还有关于贷款的一些条件这样子。那这边我们首先想要了解的就是有没有说一些某种的客户群体，可以得到更高的一个批准的那个成功率。如果你可以证明到你的个人的，我们叫做 personal net worth 或者个人净资产个人净资产，你有放在马来西亚的，对，或者本身你可以有第二家园在某某银行，可以变成高等客户的，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在这方面里面你会加分。OK， 这边我想问一下，如果那个外国的，就是
他的定存是存放在他外国的银行，这个可以算的是吗？也是可以算的，也是可以算的。但是如果你要成为那间银行的高等客户，一定要放在马来西亚的银行。所以会不会那个程序来说，就是这边先买一套房，签了买卖合同，开一个银行账号，然后再把一笔定存放进去，过后再来贷款？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案。这样子我们也是有做到一些个案是怎样 ？OK， 虽然我跟大家讲你要成为一个高等客户嘛，对不对？怎样变成高等客户？不同银行有不同的程序，你需要在那边开户啊。有些银行你最少要放20万的，有些要放25万，有些银行要放30万，不同银行有不同的要求，这个就会让大家加分，也会让大家批的贷款来得更加成功率来得更高。我有试过一些案例呢，就是说那个客户他本来就是想要贷一个马币150万这样子，然后呢银行呢就是要求他先放一个定存，就是他贷款银行的3倍，就是要贷款数额的3倍存放在银行。然后客户呢就想说，如果我有这一笔钱放在银行的话，那他也不需要贷款啦，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的确的，在某某国家，因为他们有限制外资，有些银行担心客户不能去还到这个房贷，他们会有一个要求，除了在那个国家的定存，在其他国家有没有？他就最好就想要大家就是证明你们的净资产，然后资产里面有3倍。但是不是所有银行都是这样子的模式的，所以我们成为不同银行的顾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客户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给大家，所以不一定要用这个方案，其他银行不需要大家去证明这一个东西。这边也再说明一下你团队的好处咯，就是你们是对接超过10家银行的。对，所以我们就有不同的银行的解决方案。简单说就有10家不同的解决方案。我觉得他在眨眼睛哎。接下来想问的就是银行会不会针对外国人或本地人而有不一样的这个贷款配套？你问我来讲，其实是没有特别的一个的配套的，反而你拿的就是本地人配套，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这个就是对所有外国人里面的诚意，让大家拿到一个最好配套。对，就是我们本地人拿的东西。这里我也顺便补充一下，对于买房这里呢，也是差不多一样的。对，就是房产价格也不会针对外国人不一样，它只是有一个限制，就是说外国人要购买多少而已。对，而那个房子本身就是有100万或以上的这个价值。对，是的。OK， 那么再接下来，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就是银行会不会针对这个房子的类型或者它的地点，甚至是就是开发商的背景而有不一样的这个决策呢？来到这个问题，我想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个，其实银行批一个贷款，它会based on这个的 criteria， 就是 5C。5C， 银行也看5C。5C， 那这个5C 里面我们会看其中一个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叫 collateral 抵押产业，就是他们拿来去做抵押的。所以本身这个的抵押 collateral 这个的产业，银行就会看第一点，打个比如这个发展商这个 developer 本身的背景，对。本身有没有之前的一些的不好的记录，不良好的记录，包括有没有一些的记录是可能没有建好的，而银行其实会很小心在这个部分的。这样子证明来讲，这个东西银行已经帮大家去做审查所有东西。如果今天他不愿意去借一个贷款，因为这产业的问题的时候，所以会有影响的。第二个点来讲，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第一点有没有对银行是一个顾虑呢？某某地方的确是会有的，大家要很小心，就是有些地点是其实是没有人购买的。银行担心接下来没有人要接手。对，银行的角度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担心以后，这个借贷款的人本身是可能是没有偿还这个的贷款，这样子银行就要拿这个产业去拍卖，对吗？对，当他做拍卖的时候，这个产业如果是一路来都没有人买的，银行就会担心他拍卖不到，所以银行其实他会我们讲的去计划 plan the worst 对，就是他们会预算最差的一个预算，到底那个情况会怎样？通常这些遇到地点的地方，通常都是本地人会比较遇到多的，因为本地人就会去偏向于寻找那个价格更便宜，然后比较郊外地区的。对，外国人来到的话，基本上还是看市中心的比较多。对，是的。对，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房子的类型、房产类型会不会有影响呢？
就公寓啊，或者是商业用的那种公寓啊，酒店式公寓那些有影响吗？OK， 其实你问我来讲，本身你买我们称为第一个就是 residential 本身我们就是住家式的。住家式好像我们讲的 condominium，OK，我们叫做 service apartment， 这些东西其实都不会有影响的，只是可能你买到一些的房产，我们 under commercial shop lot，office 店铺这一些的房产来讲，大家最注意一样东西，从马来西亚的法律来讲，OK， 在外国人要去买这个房子来讲是会有限制性的，但是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 ，OK？另外一个小贴士就是大家可以在马来西亚成立一个的公司有限公司，本身大家就可以买这个房产啊，不要讲我讲，公开的哦。还有呢，就是成立了这个马来西亚公司过后，就可以在这边购买房子了嘛，对不对？对，就是马来西亚公司来贷款的意思。对，它本身虽然是我们马来西亚用这个的名义去买这个房产，贷款来讲还是你们个人名义里面本身去做一个担保，去做这个收入证明啊，我们也是根据这样子的以往一路式的模式来去审查你们的整个状况。你本身是有一个本地人，是打个比如，他是有51%的一个的股东权的。其实这一个公司就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的马来西亚公司，本地公司啊。外国人本身可能是49%，这样子的贷款来讲，其实我们就会以本地公司来去做审查啊，其实也是可以用这个模式。OK， 那第三部分呢是比较实战的，就是常问的问题还有解决方案。那首先第一就是外国人呢，如果是会被拒的原因，你通常见到的是什么原因呢？很好的一个问题，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大家会遇到，可能有些某某国家给不到我们某某的文件，包括比如收入证明，就是在我们讲的 payslip。很多时候，因为有些国家他们会用系统、用 apps、用 BPD，OK，app 的所有东西要去下载，他们收不到这个公司的这个的名字，OK， 一个很 proper 的一个的文件，所以在这一方面里面也是其中一个大家可能在外国人员本身会遇到一个问题，对 ，OK， 这样子通常我们会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叫他的人事部里面出一封信，每个月他打进来的一个的收入是多少？有时候在这个方面里面就会吃了一点点时间，OK， 这个第一个点大家可能小贴士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第二点就是做老板的、做生意的，他本身会遇到一些的问题是什么？可能他本身报的这个个人税务的时候报的不高，可能本身没有报，所以就会有影响到整个的贷款的，隐藏了一些这样子。对，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如果大家小钱不出，大钱怎样来呢？OK， 所以这个是小贴士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样东西。第三个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讲的 personal net worth， 就是个人净资产，对吧？有些客户群体可能就会在这方面里面证明不到，或者是不方便透露。这个东西其实我跟大家分享，不是我们需要你们这个文件，但是土银行很简单。我给大家一个例子，今天你跟银行房贷借200万，如果你可以证明到200-300万的这个净资产给银行，银行会觉得这个客户如果今天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可以有这样的净资产，随时都可以还到给银行的，银行会觉得也容易去借一个房贷给大家。分享一个个案给大家，其实在这个去年跟年头，其实我有做一个成交，在这个市中心，他买一个 KLCC 本身的一个房产，大概2000万。2000万哦，2000万，客户是做生意的，我们也很成功的可以帮助到这个客户本身借到一个70%一个贷款，70%，外国人纯外国人，但这个客户有做了一个东西很好，就是他证明了他这个我们净资产这个方面，所以就让整个贷款里面更加去顺利。我们也跟银行去交谈的时候也来得更加容易批这个贷款。所以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说银行很喜欢跟有钱人做生意，就是这个原因。你越有钱，银行就越愿意贷。对的。那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些会讲说，先生或者是太太，就两夫妻，一般是联名，然后就是说其中一方贷款有问题，那找另外一边的人做担保啊，那些都可以了，是吗？主要一定要有我们叫做
direct relationship 就是我们直属关系的，对啊。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公老婆，或者是我们讲的兄弟姐妹，都是可以的，都可以啊，都是可以的。也跟本地人的做法一样嘛，其实。对的，这样子来讲，他们会鼓励在这个的层面里面呢。OK， 好。那接下来也是最多人问的，就是外国人如果是在马来西亚贷款，他们能借多少年？还有到什么岁数？可以。很好的问题 ，OK，第一就是本身有些银行他们其实跟本地的一个的那个配套一样的，就是你可以最高借到35年，35年，35年到70岁。我就打个例子，如果本身你是今年是30岁的，你最长就可以去到35年的贷款。OK， 如果今年你是40岁的，你最长是可以借到30年的了。就是到70岁，对的，就是这是普遍每一家银行都一样吗？不是，有些银行是只能高达65岁。这样的东西，的确还有一些银行只能给你10年嘛了所以你一定要选对银行，OK，做对选择。也就回到去刚刚我们那一句，就是说贷款的时候可以的话就贷多2到3家。对。那么接下来可能就讲一下流程，就是说如果选好了单位客户觉得很满意了，然后他就是先贷款嘛，然后贷款能批的时候才去签买卖合同，要不然呢有一些呢其实他们就是想要尝试，其实他们现金买也可以了，就是想要尝试说能够杠杆的话也是可以，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他们可以先签买卖合同，然后过后呢再来贷也是可以的。对的，是其实没有问题。如果是已经盖好的房子呢，会不会算是一个 refinance 呢？如果那些你是买建好了或者是二手房子了，OK， 你已经是给现金了，你已经是那个房子是属于了你的时候，你是每个月都偿还那个的monthly installment 的时候其实这个房子里面你们可不可以过后再去借一笔钱出来，我们叫做 refinancing。你问我是可以吗？其实坦白的，在马来西亚的国家银行的法律来讲，他们是不允许外国人去做这个的。如果大家是有想到真的是要买二手房子，想要用现金去买的时候，大家就可能要想这个点。如果以后大家是没有想到要去套现的，大家真的是打算卖掉的这样子没有问题。但是大家如果那些想到可能以后想要有别的计划的时候，大家无妨可以想一想，我们可以考虑就是借贷款。因为借贷款里面我们有一个小贴士，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配套叫做 semi flexi loan 或者叫做 flexi loan，就是怎样？今天打个比如你借银行一个100万的贷款，对，今天如果那些你有100万的现金，你可以放进去贷款里面，100万减100万就等于0嘛，对不对？银行就没有说你利息，但是今天你以后打算要拿50万出来可以吗？可以拿出来。大家如果今天有打算要买现金的时候，大家可以考虑这个的模式，所以大家就有一个伸缩性，大家要用到钱的时候拿钱，没有用到钱的时候放回进去里面。OK， 所以这个是一些的小贴士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说到贷款这一部分呢，通常联合在一起的就是保险。就比如说银行贷款给外国人的时候，会不会就要求外国人也购买一份那个保险的？大部分银行都会鼓励大家去拿这一块东西。OK， 今天很简单，这个房子怎样都要偿还，怎样都要还完的。对，这样子你只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怎样？你自己用现金流自己去偿还所有东西，100万去偿还100万。对，明白。或者本身你想要用一个18%from 这100万里面，我们帮你去偿还呢？这样子这18%里面，你给我们的时候有事情，我们就帮你去盖掉这100万。OK。没事情的时候，这18%里面都可以给回大家。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什么？第一个选择就是100万 set 100万，另外一个选择是你给我18%，我就帮你 set 100万。没有事情的时候，我又给回你这18%，所以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东西。这18%是什么呢？就他刚才 Ellie 所讲的。保险就是保险OK，所以银行它是鼓励的，它不是说强制性要买的，对吗？是的，是的。可是你刚刚这个带入点非常好哦，就是这个1%的算是一个购买保险的费用，对，就是说这个购买一个安定性在这一边。那今天呢就是学习的非常多，那最后来到这一边呢，就是想要问问 Vincent， 如果是关于外国人贷款这边，刚刚也是有给了很多的小贴士，那这边还有一些什么建
建议吗？就在我们结束我们分享之前。 OK，我可能可以给大家一个小提示跟最后的建议。如果大家打算买房子的时候，无论是你打算买或者不打算买的时候，没有关系的。今天其实我会鼓励大家去询问什么？询问银行，或询问我们也可以去了解大家的状况里面。银行愿意借你们多少钱？银行其实就是一个股东，跟你投资在你的项目里面，对吗？你的 investment 里面，如果今天本身资金流，大家可以买现金的，可以，你可以买1套、2套。但是如果那些你今天杠杆银行的这一方面，大家可能可以买4套、买5套、6套，对吗？所以这个是我可以小贴士给大家，可能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的。OK， 非常好的一个角度。那OK 好了，今天呢学习满满，对，也非常谢谢 Vincent 那么详细的这个讲解哦。也谢谢 Ellie 的邀请。OK 好，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马来西亚贷款，欢迎联系我的这个电话号码哦。那到时候呢 Vincent 呢就可以帮忙给大家传达更详细的信息了。那在这里呢就是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一集见。拜拜，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ie。今天欢迎，OK， 来等一下，OK， 一下，怎么今天好像有点隆重这样子的？是的，因为今天呢就聘请了，不过听一下 testing 啊，因为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外国人能不能贷款 OK， 等我一下啊，外国人贷款的常见规定，不好意思，